我去银行取钱时，只是习惯性想要清点一下，可却没想到女柜员却嗤笑一声：“5万块还要数，装什么大款？”我怕自己失控，不好收场，就扭头回了家。可当我打开那个银行专用的牛皮纸袋时，我顿时愣在了原地。纸袋里有整整50捆崭新的100元大钞，一捆是1万，50捆就是50万。我取的是5万，他却给了我50万，多给了45万。我第一反应是要立刻冲回银行还回去，可就在我握住门把手的瞬间，王丽那张嘲讽的脸突然浮现在我眼前。他凭什么？凭他坐在玻璃后面？凭他觉得我惹不起他们？如果我今天乖乖送回去，他会感激我吗？不，他可能会觉得我更像个傻子，甚至会不会反咬一口，说我偷拿了钱。想到这里，我拿起手机拨通了银保监会的电话。你好，银保监投诉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我要实名举报华大银行前西支行柜员王丽，今天下午3点左右，我在他柜台办理5万元取现业务，他全程闲聊打电话，态度恶劣，对我进行人格侮辱，这有录音为证。那边停顿了一下，传来敲击键盘的声音。好的，服务态度问题我们记录了，您还有其他问题吗？有，他业务操作出现重大失误，我取5万，他给了我50万。您确定吗？50万？确定，崭新的钞票，一共50捆，现在就在我面前。我要求取5万，单据上也是5万，他多给了45万。先生，这种情况，我们建议您首先联系银行方面，及时退回。我不联系他们，我信不过一个能在工作时间随意闲聊、辱骂客户，并且犯下如此低级又严重错误的员工。银行内部的管理可想而知。我退回，然后呢？他会不会反咬我一口，说我偷拿，或者银行为了掩盖失误，给我制造其他麻烦？我顿了顿，说出准备好的话。我怀疑这不仅仅是失误，他态度那么嚣张，是不是有什么倚仗？我要求银保监介入调查，查他的业务记录，查银行的监控，查这笔钱的来源。我需要一个官方、公正的处理结果，而不是私下和稀泥。明白，我们会按程序处理，并通知该银行总行督察部门，请您保持手机畅通。我会的，钱在我这里，很安全。在你们给出明确调查结论和处理方案之前，我不会动这笔钱，也不会私下接触银行。挂了电话，我松了一口气。我不能把主动权交给他们，那45万是证据，是筹码。王烈，你最好只是蠢，如果你还有别的秘密，这次恐怕藏不住了。按流程，银行很快就会收到通知，他们肯定会第一时间联系我，我不能等他们找上门。我打开电脑，创建了一个新的邮箱，收件人填了几家本地以犀利著称的自媒体，标题写道：银行柜员是上帝，骂客户穷鬼，取5万硬塞50万封口。附件里是我偷偷用手机录下的音频。急什么？穷鬼事多，快滚！5万块还要数，装什么大款？每听一遍，心里的火就拱起来一分。我在邮件正文里写道：我是今天下午在华大银行前西支行被辱骂的客户，我只是按规矩取5万块钱，附上录音一段，能证明该柜员王丽的工作态度令他业务严重失误，误将50万当作5万给了我。银行内部管理混乱，可见一斑。现银行已知晓此事，我公开此事，只求一个公道，避免被私下解决。钱款我会依法妥善保管，直至有关部门明确处理。求扩散，求关注。做完这一切，我靠在椅背上。银行、王烈，你们现在该忙起来了，这不再是我一个人和你们的事了，很快成千上万双眼睛会替我看着。我拿起手机，未接来电已经有3个，序号是银行的，我没接，让他们先急一会。第二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链接，标题是银行柜员嚣张辱客，穷鬼事多，5万变50万，播放量已经破100万。我点开一看，是我昨晚发的录音，被配上了字幕和表情包。无数网友纷纷评论留言，建议查查这女的这么狂，是不是上面有人？只有我好奇，那多出的45万哪来的吗？金库他家开的。有人扒出了王丽的个人信息，发现她的社交媒体账号里全是炫富内容。最新一张照片是她坐在一辆崭新的宝马5，这辆车落地价接近60万。一个银行柜员哪来的钱？舆论愈演愈烈，银行官微最新一条宣传下面彻底沦陷。出来走2步，50万怎么回事？你们家柜员工资真高啊！建议改名皇家银行。心疼那位大哥，取个钱被骂还被钱砸。这时有个自称是银行前员工的人匿名爆料，王丽是关系户，平时横着走，听说跟某副行长关系不一般，懂的都懂。紧接着他又甩出几张模糊的监控截图，能看到王丽和一名穿着西装的中年男子在银行角落举止亲密，虽然像素不高，但那男人的侧脸依稀能辨认。舆论瞬间转向，怪不得这么嚣张，查，一起查。银行顶不住压力，终于在下午发布了第一份官方声明。针对近日网络反映的员工服务态度及操作失误问题，我行高度重视，已对涉事员工王丽进行停职调查，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核查中，后续将及时公布。声明很短，避重就轻，没提那50万，没提副行长，更没提钱从哪里来，网友根本不买账。就这，停职是等着风头过了再上岗，副行长呢？不查了。我看着手机，冷笑一声，火已经烧起来了。傍晚时分，一个显示为银行总机号码的电话打了进来，我让铃声响了7、8声，才按下接听键。林先生您好，我是华大银行前西支行的行长，我姓刘，非常抱歉打扰您。刘行长，有事。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支行就我们员工王丽昨天对您的恶劣态度和严重工作失误，向您表示最诚挚的歉意，这是我们管理的严重失职。抱歉，我收到了。然后呢？电话那头顿了
了一下，似乎没料到我这么直接。关于那笔多出的款项45万元，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我们派人上门，或者您过来，我们办理一下归还手续。当然，绝对不会让您白跑，我们会准备一份心意，感谢您的诚信。心意多少？这个我们可以商量，比如2万元辛苦费，您看可以吗？他试探着问。2万块是封口费吧？刘行长，钱在我这里很安全，一张都不会少。但现在的问题不是钱怎么还？那您的意思是，王丽一个普通柜员，为什么敢这么嚣张，骂客户多给钱，像扔垃圾一样？他背后的倚仗是什么？网上那些关于他和张副行长的传闻是真的吗？银行内部有没有人给他兜底？我一连串问题抛过去，电话那头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刘行长的声音才再次响起，带着点尴尬。林先生，您可能有些误会，员工的个人生活问题，我们不方便评论。和刘行长通话结束后不到半小时，一个本地陌生号码打了进来，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林先生，我劝你见好就收，你把钱还回来，我们给你2万辛苦费，这事就算翻篇。您哪位？你别管我是谁，那45万你留着是祸害。我心头一紧，握紧了手机。什么意思啊？你刚才说我吗？你是银行的人。你别问那么多，把钱还了，拿2万块对你最好，不然小心有命拿，没命花。你是在威胁我？我是在提醒你，别惹不该惹的人，别挡不该挡的路。50万不是你这小身板扛得住的。不该惹的人，张副行长吗？电话那头呼吸一滞，随即冷笑一声：“你明白就好，把嘴闭紧，钱拿回来，大家相安无事，否则后果自负。”说完，他直接挂了电话。他们急了，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都用出来了，这不是银行官方该有的态度，这更像是某个利益团伙狗急跳墙。我打开手机录音功能，检查了一下，幸好从接起电话那一刻，习惯性按了录音。我打开电脑，登录微博，找到警方官方微博的账号，把这段录音文件拖进私信对话框，在文字框里输入：“您好，我是华大银行多给钱事件的当事人林凡，刚刚接到匿名电话，对我进行死亡威胁，试图逼迫我归还多出的款项并隐瞒真相，我感到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现以录音留存证据，求关注，求保护。”我附上了我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做完这一切，心跳还是有点快。他们越是这样，越证明背后有鬼，想吓退我，那就看看谁先扛不住。我把威胁录音发给警方微博后，那边很快给了回复，说已记录并转交相关部门。第二天上午，银保监和银行总行联合调查组正式进驻支行的消息就爆出来了，效率这么高，那通威胁电话功不可没。中午，我接到了调查组的电话：“李先生，我们调阅了王丽近1年的业务流水，发现一个异常情况，他经手的业务中有超过20笔小额操作失误，主要集中在老年客户和长期不动账户上，单笔金额不大，300-500，最多1000。”闻言，我心里一沉，这是专挑好下手的来啊！那这些失误最后都怎么处理的？蹊跷就在这里，这些账目最后都通过系统充证或主管授权调整平掉了。操作记录显示，大部分由副行长张涛审批。张涛果然是他，所以这不是失误，是故意的。目前看可能性极大，利用小额不易察觉，蚂蚁搬家。这次王丽误操作给出50万，很可能是习惯性的想走老流程，但金额太大，超出了张涛能私自屏障的权限，或者一时慌乱出了纰漏。我明白了，他们用这方法挪用小钱很久了，只是这次玩脱了。这些平掉的账总金额大概多少？初步统计接近20万。20万听起来不如50万震撼，但这是细水长流的偷窃。那些被偷了钱的老人，他们知道吗？我们正在联系，很多人可能至今蒙在鼓里。挂了电话，我心里比昨天接到威胁电话还难受。专偷老人的钱，利用他们的信任，利用他们的不熟悉。王丽在柜台前光鲜亮丽，背地里干着这种勾当。张涛在办公室里道貌岸然，手上披着一条条肮脏的授权，这已经不是态度问题，这是犯罪。我想起了王丽骂我穷鬼时那鄙夷的眼神。他哪来的优越感？靠偷老人300-500攒出来的吗？还有那个打电话威胁我的人，他维护的就是这样的同伙。这泥潭比我想象的更脏，拔出王丽这个萝卜，带出的何止是张涛这点泥，这下面是烂掉的一小块根基。王丽被正式带走问话，在审讯室里，他一开始还很硬气，咬定是工作失误，直到调查组把近20万小额亏空的记录摆在他面前，他的心理防线崩了。但他接下来的操作惊呆了所有人，他没有痛哭流涕的认罪，反而脖子一梗，语出惊人：“钱是我拿的，怎么了？我男朋友会帮我还上。”调查人员愣了一下：“你男朋友？”“对，张涛，他是银行的副行长，他有钱，他会帮我的，我们俩是真爱。”王丽说的理直气壮，甚至带着点炫耀。整个房间瞬间安静了，调查人员皱起了眉。王丽，你清楚你在说什么吗？我当然清楚，我跟张涛好了1年多了，他给我买包买车，平时在行里也最照顾我，这点钱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他肯定会管我的。王丽这种愚蠢又狂妄的坦白，比任何指控都有力。消息很快传开，银行柜员自称与副行长为真爱，豪言男友替其归还赃款的这个词条迅速冲上热搜，网友评论炸了锅。我去，直接卖了，这是真爱还是真坑啊？这女的是不是脑子不太好？楼上的她精着呢，想绑在一起好脱身，这下看那个张涛怎么装死。我看着手机上的新闻，有点无语。我知道王丽蠢，但没想到能蠢到这个地步。他以为这是偶像剧吗？
范了事，霸道总裁哪有出来摆平一切？现实是大难临头各自飞，尤其是张涛那种位置的人，第一反应绝对是自保。王丽这一句真爱，等于直接把张涛推进了火坑，连挣扎的机会都不给。我几乎能想象到张涛此刻的脸色。他精心维持的形象，他努力爬到的位置，可能就因为这一个女人的一句话全完了。这算不算另一种意义上的报应？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戏剧性。张涛现在恐怕恨不得从来没认识过王丽。张涛被要求配合调查，面对询问，他表现得异常镇定，甚至带着点被牵连的无奈和愤怒。我和王丽只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我承认作为领导对下属关心不够，没能及时发现他的问题，我有管理责任。王丽说你们是恋爱关系，持续1年多了。张涛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错愕和苦笑。这从何说起？他怎么能这样胡说八道？这是诽谤。他说你给他买过包，还有一辆宝马车。绝无此事，我的收入合法透明，可以接受组织审查。我怎么可能给一个普通下属买那么贵重的东西？这不符合常理。他矢口否认，表情严肃。我认为王丽是因为事情败露，精神压力过大，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或者他想故意拉我下水，扰乱调查方向，请组织明察。他这番说辞很快通过某些渠道流传了出来，网上议论纷纷。甩锅侠啊，这是我就知道会这样，死无对证。王丽实惨，被白嫖了还要背锅。说不定王丽真是瞎说的呢。赌5毛，张涛肯定不干净。证据呢？没证据你说个啥？我看着张涛这番表演，不得不佩服他的心理素质。确实，王丽空口无凭，那些包那辆车，只要没有直接转账记录，他都可以否认。如果事情止步于此，他很可能真的只是背个管理不严的处分，调个岗位，风头过了照样逍遥，那太便宜他了。我想了想，登录了那个匿名邮箱，给最早报道此事的那几家自媒体又发了一封邮件。真爱不会消失，只会变成幻想。张副行长敢不敢公开解释一下？去年10月15日，你名下信用卡在国贸商城消费8万2千元，购买了什么？今年3月，你账户转给大米汽车销售公司的30万定金是给谁买的？你和王丽在酒店的长期包房，也是他幻想的吗？求辟谣！很快，神通广大的网友和媒体迅速扒出了张涛信用卡在国贸的消费记录、转账给车行的定金流水，甚至包括他和王丽在悦来酒店的一些模糊监控片段。证据链开始闭合，张涛被正式停职，接受更严格的审查。联合调查组开始彻查支行近3年的全部账目和资金流水。1周后，李同志又给我打了个电话：“李先生，调查有重大进展，我们发现支行金库的账面亏空远不止之前发现的20万，初步核对接近500万。500万怎么做到的？也是通过那种小额操作？不全是，后期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主要利用长期无人过问的睡眠账户，或者伪造一些小额企业账户，制造虚假的交易流水和取款记录，金额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再由拥有审批权限的内部人员，比如张涛进行违规操作，把钱转出去。蚂蚁搬家变成老鼠打洞了。可以这么理解，王丽负责前期的一些操作和试探，张涛利用职权进行掩盖和审批。他们合作了很久，手法越来越熟练。那我的50万很可能是一次操作失误，他们原本可能想用类似的手法把这笔钱挪走，但王丽当时可能因为和你争吵，心神不宁，或者系统临时故障，导致他直接把这50万现金当成了你的取款额，递给了你。这是一个意外，打乱了他们的步骤，也暴露了他们。闻言，我沉默了。原来我这5万块阴差阳错的撞破了他们500万的窟窿，这不是运气，这是他们肆无忌惮的必然结果。那这笔钱流向能查清吗？大部分流向了几个皮包公司账户，然后层层转移，最终去向还在追查，但有相当一部分确实用于他们的个人奢侈消费。这已经是一起重大的职务侵占案件了。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500万，多少普通人的血汗钱、养老钱，就这么被他们一点点蚕食挥霍。王丽在柜台里的每一个白眼，张涛在办公室里的每一次签字，都沾着脏钱。这个窟窿不只是金库的，是人心的。500万窟窿的消息，不知怎么泄露出去了。虽然银行和调查组没有官方确认，但小道消息传得飞快。这次炸出来的不是看热闹的网友，而是真正苦主。我也在那家银行少过钱，去年存的3万块定期，今年到期去取，说只有2万8了。他们说我记错了，可我明明记得是3万。我找他们，他们说我老糊涂了。现在看可能真被他们动了手脚。我那5万块钱存了5年死期，去年急着用钱想取出来，他们告诉我利息没多少，本金还少了3000，说什么扣了管理费。我当时就觉得不对，投诉后执行的人把我哄回来了，说系统问题，给我补了200块购物卡。我当时鬼迷心窍就答应了，现在想想真是窝囊。接着是第3个、第4个，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在那家支行存的钱，发现少了，又投诉无门。现在因为我这件事，他们被连接起来了，纷纷决定要讨个说法。很快，张涛因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被正式批捕。听说张涛本来还拒不承认，甚至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王丽身上。可王丽手中有2人分钱时的录音，以及张涛让他处理几个账户的聊天记录，直接定死了张涛的犯罪事实。案子审理得很快，法院最终判决张涛判处有期徒刑10年，王丽被判有期徒刑4年。钱款去向会继续追查。银行系统内部进行了一轮大整顿，调整了不少岗位。刘行长被撤职，调离了金融系统，账户里莫名少掉钱的人陆续收到退款和赔偿，众人一片欢腾。银行总行的负责人亲自给我打电话，态度诚恳：林先生，非
非常感谢您在此次事件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对于您的不愉快经历，我们再次深表歉意。那45万款项请您归还，同时为表彰您的诚信和正义之举，我们决定给予您10万元作为奖励。我去银行办好了手续，45万原封不动还了回去，10万块的奖励金打到了我的卡上。手续办完，银行的总负责人还在外面等着。林先生，我希望能和您合个影，您最好再说几句表扬银行处理及时、正视问题的话，我这边可以。不好意思啊，我不同意，毕竟这没什么值得表扬的，只是你们本该做的。说完我就大步离开了。我抬头看着明媚的阳光，生活总算又恢复平静了。